我接生活戏接的比较多，就是生活戏蛮难演的，大家都彼此见过，有的时候得真枪实刀的。我觉得我的命好过我的努力。老虎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要买个房，你死都不理我。现在好了，你看房价涨，跟华涛、跟六六、跟黄磊老师。我真的是默契度很高。我记得我这次跟华涛在现场拍戏，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刚演完以后，我说哦我收工了，我就走了。他们提醒我说，哎，导演还没看过呢。我说以我对华涛的了解，你别说哈，他肯定要过这条。然后我就假装问他，我说过了吗？他说过了呀，多好呀，最后一条。我说我都知道你会喜欢最后一条。转型和突破是别人对我的误解。我对我自己没有这种误解。瑞军给了我一个剧本让我看，然后我说还挺喜欢的，他说那来演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长时间的这么几个月的这样一个，老是要这样弄，脾胃受伤了，我这么压成了长短腿，脊柱侧弯。没拍过一个女演员在镜头前喝中药吧？这个戏对于我来说难度系数挺大的，方言不是那么快就能学的，在那里扎扎实实待2个月。开飞都搂了好几回了，怀一回不来了，怀一回不来了。我去的第1天就病倒了，而且我也不怎么吃面食，可是除了面食就是面食。本来我的经纪人是跟我一起去的，第1天他就买回程的票了。他说他受不了那个厕所，他觉得崩溃了，我一个人留在那边。我有一次还把手机掉进去，裹着个大衣在那儿上厕所视频呢，哇哇哇哇哇哇哇说，然后突然一下我吓一跳，那个大公羊过来舔了我口屁股，他那个鼻子呼那个气呀，蹭一下叫一声，大公羊也吓得退后几步，手机就梆掉进去了。手机那头说这哪儿啊？怎么了？硬的插在里头，我也没有办法拎出来洗一洗，擦一擦再用。然后就到地里面，早上吃完饭我们就出去，然后干到太阳落山回来。晚上聊天，然后我也听不懂，然后后来听懂了，我就经常说谁呀？谁家呀？哦，谁呀？特八卦，你知道吗？村里他说我带你去看看谁谁谁。我真的吗？啊，他媳妇上哪了？就特别村妇，你知道吗？吃苦，因为是你们觉得是吃苦的，我没有觉得。我有的时候挺享受忍耐的，不去跟时间较劲，你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答案给你。小的时候肯定都会选择那些激烈的、色彩斑斓的，然后年纪慢慢大了以后，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爱情也是一种负担。像我们这种中年女人常常会觉得，如果自己一个人没有孩子没有家庭什么都没有，你会觉得也非常不错。我前2天刚说我不想当他妈了，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那孩子的成长都会有一些崩溃的时候吗？他特别叛逆，就用他自己的话，昨天他孩子跟我说，他说妈妈我知道我是孩子里面比较叛逆的，没关系的，我说叛逆是正常的。庆祝什么？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分班考最后1名，要不要脸啊？就让我演小欢喜，不一样。我说实话，我骨子里不喜欢孩子在课余的时间还这么去写作业，因为我觉得有太多的东西比作业重要了。你去看看小蝌蚪是怎么变成青蛙的吧，去看看一些没有用的书啊。他现在这段时间反倒很奇怪，不怎么看书。然后我也没有太管他，因为 Daniel 小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的人。我觉得他歪到一定程度，他自己就会正回来了。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，会有困惑，你会发现你以前的生活常常是加法，要买房子，要买车，要有成就感，要吃好，要穿漂亮衣服。我现在更加确定我不要什么，
我还是很多地方不能接受自己，总会莫名其妙的对自己一些否定。我觉得我不是很爱自己的人，所以我把那个作为我的目标，我也不知道下一个阶段是什么，所以一切交给时间。